正面开始之前，先说一个调整的公告啊，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数据呢做了一个调整。之前在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回复机型名称加样张，比如坚果 Pro 样张，你能得到小白的所有实拍。为了给大家提供更便捷全面的查询方式，我们进一步完善了后台数据。以后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款机型的测评视频比如这期的 S8 测评，你只需要在后台回复机型名称三星 S8， 你将得到的不光有样张，还有发热、续航、跑分等等众多实测数据。以后你买机或者说给别人做参考，只要小白出了测评视频呢，可以随时在小白测评公众号后台回复机型名称，进行随时随地的查看。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的实时测评数据助手，免费的，赶紧关注。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小白测评，我是王炯，又和大家见面了。这一期视频呢，跟大家聊的是 S8 与 S8 Plus 的深度测评啊。这视频确实是拖了大概有2个星期的时间啊，因为这个又是毕业，然后又是工作室，还有公众号那边也出了一些问题，反正各种各样的事堆叠到了一起，实在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啊。这一期呢，主要呢就是带大家聊一下我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我这个 S8 Plus 与 S8 呢都是第一批拿到的货，使用了大概有1个月的时间了吧，大概总体上的这个使用体验呢已经非常丰富了，一些问题这一期视频都会详细跟大家带来。还有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数据方面比如说发热还有就是性能方面都呢跟大家详细的来聊一下。S8 与 S8 Plus 一发布之后呢，本来就是这2台机器热度呢都非常高，在国内呢还好它备货呢是比较充足的，国际大厂就有这个好处嘛。当然 iPhone 那边有一点不太一样但是三星这边呢，你要是花钱呢基本上都能买到。OK， 这期视频本来就拖了，那咱们就废话少说，不客观真体验，小白测评 S8 Plus 马上开始。在外观 AD 方面，这次的 S8 与 S8 Plus 基本上没啥可说的，可以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就是一个字儿，漂亮。目前手机圈无论是国内国外的绝对颜值担当，没有之一。三星这次呢，不管它叫全面屏用了最通俗易懂的话，全是屏。再加上发展到第3代的曲面技术呢，在这次的外观工艺上呢，几乎达到了一个小巅峰。前代机或者是目前一些国产机的曲面玻璃与中框缝隙比较大的问题甚至有很多插纸的现象在我这2台上呢都没有。正面曲面屏的曲率呢不大，但是向后延伸的效果呢也几乎营造出了无边屏的错觉整体机身圆润，手感颇佳。底部依旧保留了3.5毫米的耳机孔，这款与 AKG 联合定制的专属耳机呢，逼格很高。小白个人呢对耳机研究呢并不是太深跟懂行的朋友咨询过之后呢，说这款耳机高低中音呢相对均衡价格包装放在 AKG 的产品线里卖个400-500块钱呢不成问题，大家心里呢有个参考。机器正面取消了实体 Home 键，显得更加整体，但是额头开孔的应该是我见过最多的手机了算上听筒呢，足有7个，买黑色。息屏显示呢可以常开，几乎对续航呢没啥影响底部的虚拟 Home 键呢也是常亮状态。被大家吐槽最多的不居中的背部指纹识别模块呢，我也是深受其害在还没上屏下指纹解锁技术的情况下 ，S8 提供的几种方案呢都不是太尽如人意，这个后边呢我会细说。S8 后壳材质呢为玻璃，如果要是日常使用中呢不加以保护，是很容易刮伤的。网上有个网友的 S8 后壳呢已经被划成这个样了至于带不带套，这个就是你自己的选择了。我这2台手机呢，为了防止出现划痕基本上是套不离机，机不离套。性能方面 ，S8 采用的是835的处理器，目前旗舰机的标配。835呢是世界上第1款采用10纳米制程工艺的处理器。首先呢进行一下 3D Mark 的测试一下它的 3D 性能。最后得分的是3490，远远高于 P10 的，比相同处理器的小米6呢还要高一些。接下来呢，咱们看一下在游戏中的实际体验如何首先咱们来测试目前最火的王者荣耀18.5:9的屏幕，在游戏中呢，这个地图比平常的16:9的屏幕呢要多看一些，这个就带来了先天性的优势。但是看到呢，并不代表你可以有效的攻击到，实际上呢你是打不到的但是呢，你也可以提前看到敌人有一点作弊的嫌疑在设置中呢，打开高帧率模式，游戏从头到尾呢都是非常流畅的运行即使是复杂场景的团战呢，也可以在50帧往上。而 S8 自带的游戏模式呢，可以方便的截图或者是录屏，而且在游戏中呢，你也可以通过它呢关闭频繁的消息提醒，这个功能呢比较赞。
第二个测试游戏巨爆也没有任何问题，流畅运行，复杂场景下呢也没有卡顿，运行大型游戏崩坏3呢并开启高帧率模式啊，全程呢也可以在50帧左右，所以性能方面呢大家并不需要担心。安卓阵营目前最强啊，在发热方面呢，游戏环节呢出现了最高温度，崩坏3的时候是出现了42度啊。接下来呢是 Geekbench 的跑分，多核和单核的 CPU 性能呢，三星并没有给它限制。安兔的跑分环节在多线程的环节8核全开，并没有出现任何一个锁核的情况。三星这次是全部释放了835的性能，并没有保留。安兔的跑分中的最高温度呢是到了38.2度，没有比游戏环节的更高。总之 ，S8 的性能呢是非常强悍的，无论是玩大型游戏还是日常的淘宝、微博啊这些非常基础的应用，或者是多开都是非常流畅的。而且在发热方面呢，得益于835的先进制程，这么高的频率呢也算是控制的良好吧。所以在性能发热方面呢，你不需要担心。相机方面，三星 S8 这次采用了1200万像素的后置摄像头，具有全像素的双核对焦技术，前置呢是800万像素。在这个满天都是双摄的情况下啊，三星 S8 并没有跟风，依旧是采用单摄。但是即便是单摄，这个性能方面大家应该也都知道啊。后置摄像头采用的是 f1.7 的光圈，1.4 的像素点面积，依旧是支持 OIS 的光学防抖。虽然我们知道了它是夜视仪啊，但是依旧非常期待 S8 在暗光下的表现。下面呢，我们就拿 S8 与 S8 Plus 来跟 iPhone 7P 与华为 P10P 来一次旗舰相机大对决。首先，第一组室外样张对比，在光线条件良好的情况下，7P 相对于其他3张呢，色调偏冷一些，其他3张呢色调则是差别不大。地面阳光的部分呢，7P 和 P10P 呢有一点点过曝。放大细节，7P 和 P10P 的画面呢都出现了涂抹的情况，而 S8 与 S8 Plus 呢显得更清晰一些。华为则是在 logo 处呢出现了更明显的涂抹情况啊。S8 与 S8 Plus 呢总体更好。第二张室内强对比环境，暗部和亮部的环境呢，这4张呢拍的都比较好，不仔细看呢，甚至看不出来什么太大差别。放大看，新百伦的灯箱呢被 P10P 呢变成白色，地面阳光部分呢 7P 呢拍的则更暖一些。整体来看，这一组呢差距非常小。果然是旗舰之间的对决啊！各家除了颜色调教倾向之外呢，白平衡的各个方面呢差别都非常小啊，实力相当。白天室外样张的对比，天空部分呢 S8 与 S8 Plus 更蓝，看起来呢光感更好一些，而 P10P 与 7P 的饱和度呢则没有那么高 ，P10P 呢反而还更灰一些。微距这一组整体来看，7P 的花朵呢更加鲜艳一些，而 P10P 与 S8 系呢发色倾向呢则非常相似，观感看起来呢都不错啊。放大来看，每张花朵上的这个蜘蛛网啊都非常清晰。对比一下4张照片的焦外虚化能力，7P 显得更锐一些 ，S8 系与 P10P 呢相差无几，很难分辨孰好孰坏啊。这一组呢，大家也是旗鼓相当。夜景环节同样是高手间的对决，整体看起来呢，这4张夜景呢都非常纯净，没有明显的差异。毕竟是目前市面上最顶级的旗舰对决啊。放大来看 ，S8 与 S8 Plus 的 logo 呢更清晰一些，而 7P 与 P10P 呢出现了轻微的模糊。转到玻璃幕墙部分，7P 与 P10P 呢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涂抹，而 S8 系呢画面呢则要比前两者呢来的纯净的多。综合来看 ，S8 系的夜间拍摄能力呢还是相当了得。这组样张 7P 的亮度呢可能更高一点，其他3张的发色倾向呢曝光呢几乎一致，看不出来什么太大差别。放大来看，群星城这几个字的 logo 啊，P10P 呢出现了一些涂抹情况，但是颜色呢还是还原的非常准确啊。群星2字这个绿色啊都给准确的还原了出来，绿色都给还原出来了，还说什么内存抽奖不抽奖的问题啊？当然是选择原谅它啦，对不对？最后一张夜景，整体来看，7P 最亮 ，P10P 最暗。放大来看海报 ，P10 的纯净度呢依旧是不敌 S8， 细节方面稍差。7P 的画面则是完全过曝，什么都看不清了。看完这么多张呢，大家心里应该已经有数了。S8 无论是白天还是在暗光环境下呢，画面质量呢都更好一些，白平衡的还原呢非常准确。在所有手机中呢，是拍摄实力最强的那一波，称它为旗舰拍照手机呢也并不为过。当然 ，P10P 的表现呢也算是可圈可点，精准的颜色还原能力、准确的曝光，已经把国产手机的拍摄水平呢拉到了第一梯队了。7P 呢整体均衡优良，但毕竟还是去年的手机，在今年呢稍显落伍。OK， 在这儿呢还是要再说一遍，咱们的微信公众号后台的数据呢做了一个改版。你之前呢是回复机型加样张，能直接得到实拍的样张，但是现在你只要看到我们出了某某机型的测评2个字的视频，只需要回复这台机器的名称，你就能得到全部详细的数据啊，包括样张，包括发热和续航等等这些图表。本区 S8 的测评，你只需要回复 S8 这几个关键字
字到微信的后台，小白测评微信公众号，做你实时选机的数据助手，赶紧关注吧。屏幕方面，本来旗舰机的屏幕呢，我不准备多说了，但是这次 S8呢是全视屏啊，的确够特别，分辨率呢2960×1440，2K 还要多一些啊。屏幕的四角呢并不是直角，而是采用了一个圆弧过渡的设计，在没有增加手机体积的情况下呢，装进去了更大的屏幕。5.8寸的 S8与米6差不多，6.2寸的 Plus 呢更是与 7P 差不多啊。屏占比呢也达到了83%，虽然呢没有像 Max 93%那么变态啊，但是基本上呢找到了一个平衡点。手机出厂默认分辨率呢为220×1080，也就是 1080P， 你需要自己去设置更改成 2K 啊，或者是降低为 720P。小技巧，设置成720P，手机屏幕的清晰度和细腻度呢会有明显的降低，但是功耗呢也会随之降低不少。屏幕亮度方面，在有强光的室外环境下呢，看屏幕呢依旧是没有什么问题，而 S8的峰值亮度呢可以达到500多尼特啊，但是最低亮度呢在黑暗中呢还是不够暗啊。通过对比小米6与华为 P10P， 你会发现小米6的1尼特技术呢确实更暗一些。夜里长时间使用 S8的时候呢，会让你的眼睛呢有一些不舒服啊。好在呢有护眼模式，还是劝大家打开吧。在屏幕素质方面呢，本来三星的屏幕是并不需要担心的，因为现在 AMOLED 屏幕呢可以说是一家独大。目前国内的很多旗舰机呢也都采用三星的屏幕，但是呢这次 S8 与 S8 Plus 上市之后呢，有一些小伙伴反映呢这个屏幕呢有偏红的这个情况，而且呢用这个系统内部的这个调节呢也是调节不过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我这一台啊，这个显示白色的时候呢，四周呢是有一点点红色过渡区，但是呢也仅限于白色背景下，如果换成别的颜色呢，也都没有了。我个人感觉不影响正常的使用啊。但是有些小伙伴反映，他们以红屏为由去官方的售后呢进行退货或者换货，但是呢这个客服啊，这个不给退不给换，说这不是质量问题啊，确实这个屏幕呢有一点点主观的倾向在里边，尤其是这个颜色上，这个就实在难办了。就算是偏红的这个客服一口咬定呢，也是实在没有办法，因为没有特别详细的这个规定。所以说，这么贵的机器，大家如果要是买的话呢，一定是现场验货给它验好了，多一事儿不如少一事儿。S8 与 S8 Plus 上市呢，已经1个多月，将近2个月的时间了。在这个期间呢，并没有出现什么电池爆炸的这个问题啊。发布出去呢，针对中国大陆还将近延迟了1个月上市。这次三星真的是非常谨慎了。S8 的电池容量呢为3000毫安时 ，S8 Plus 呢为3500毫安时啊。想想5.8寸和6.2寸的屏幕尺寸啊，在这个各家都在争大电池长续航的年代呢，这个电池容量就显得有些小了，勉强在及格线上吧。我个人呢一开始是比较担心的。S8 Plus 频繁的刷微信、微博、浏览网页呢，早上9点充满电开始使用，晚上8点呢就没电了，能勉强坚持1天。轻度使用呢可以坚持1天多一点啊。在夜间待机耗电方面呢，不清功后台连 WiFi，夜间掉电的8%。以上测试环境呢都是在双卡双待的环境下测试的啊。S8 3000毫安时的电池呢也差不多中度呢1天使用。一开始呢我以为这个电量啊加上这个屏幕呢会尿崩啊，不过实测呢并没有那么的差，但是呢也绝对谈不上优秀啊！使它的时候还是心里呢要绷着一根弦儿，无论是 S8 与 S8 Plus。在充电方面 ，S8 原装附送的充电器呢，输入功率呢最高呢只有15瓦，也就是9伏的1.67安啊。在目前普遍20瓦、24瓦走天下的时代呢，15瓦的旗舰机确实是有点可怜啊。关屏状态下充电的最大功率呢，实测在12瓦左右。点亮屏幕的充电功率瞬间降到6瓦往下啊。搭配原装的充电器充电，息屏 S8 Plus 呢1小时充电69%，1个半小时呢充到94%，充满呢则需要完整的1个小时50分钟。电池稍小的 S8 呢，充满需要1个小时40分钟，这2个速度呢，在现在的旗舰机来说都不算快啊。息屏情况下充电这么慢，更别说开屏了。这次大家边玩边充呢，确实要想一想了，速度比较慢。这次呢，三星充电这么慢呢，肯定跟去年的Note 7的爆炸事件呢有必然的关系。在充电方面，三星在今年显得格外保守和小心翼翼。你说它做不好快充吗？肯定不是，它绝对有这个实力啊。但是为了保证 S8 与 S8 Plus 在今年平稳上市，不要出任何事儿啊，还是做了一些牺牲用户体验的代价。好在这次 S8 呢依旧是支持无线充电，在不用手机的时候放在那儿可以随时充，但是这个速度呢就比较慢了。息屏的情况下呢，大概只有6、7瓦的这个速度。
这次 S8的全视屏呢是取消了正面的 Home 键，所以说在解锁方面呢，这一次三星给出了另外3种方式啊。首先呢，咱们先说指纹解锁 ，S8的指纹识别模块呢设置在了摄像头的右侧，没有居中啊。这么设计呢，肯定是为了对称美啊，在后边看起来更好看一些。但是实际使用中，这个指纹识别的位置是非常的不方便。刚开始使用的时候，你会经常按到摄像头或者闪光灯。难道设计师本人的手指特别长，可以轻松的按到吗 ？S8还算可以啊，但 Plus 就真的不太适合手指比较短或者说是女生了。为了美，三星可是妥协了不少。面部识别解锁呢，在很早之前呢就出现了，但是一直没有发扬光大。上一个我有印象的还是 Nexus 6P， 而 S8的准确率呢，这次做的是可以，但是一到光线条件比较差的情况下呢，就彻底下来，依旧不是最优的解决方案。最后说的就是虹膜识别，虹膜识别呢可以说是目前最高等级的生物识别方案了。去年的蹦7还把它作为卖点之一，在弱光条件下呢也能识别。虹膜识别呢使用时候需要眼睛呢距离手机20厘米左右但是识别的时候呢必须要用眼睛去看屏幕上方的这个识别模块。不戴眼镜还好啊，戴了眼镜呢识别过程呢会稍微减慢，还有一定的几率呢识别不成功并且识别起来这个动作幅度也比较大跟这个面部识别一样，总是感觉怪怪的，不是那么自然。说完了以上三星给咱们提供的3种解锁方案呢，你会发现没有一种最方便最快捷我基本上呢就是后置指纹加上最原始的图形解锁这次三星的3种方案都不是最优解，还是期待下半年马上就要上的直接按下屏幕就可以解锁的屏下指纹识别方案吧。系统方面呢，咱们简单的说几个点，取消了 Home 键，但是熄屏状态下呢，用力按一下 Home 键的位置呢，也是可以点亮屏幕的。这一小块呢，支持压力感应来实现类似 Home 键的效果这次它还搭载了 Bixby 的人工智能语音助理，在桌面往右滑动打开。三星还在机身上呢单独开辟了一个物理按键，用以激活 Bixby。说是语音助手，目前呢也只支持韩语，据说汉语和英语呢会在年底上线。目前 Bixby 呢里面其实就是各种信息的聚合页面，有微博热搜、天气、今日头条或者说健康数据、附近的美食等等，没事的时候呢可以翻一翻。S8的系统里面呢，另外还有一个 S 助手，长按 Home 键呢来激活，但是功能呢和 Bixby 重复性很多，更偏向于本地化的生活不过呢，这个不是集成在系统里面的，不喜欢的可以卸载掉。IP68 的防水防尘呢依旧是保留了下来，关键时刻呢可以救你机的命，但没事你就不要瞎玩了底部的扬声器呢进水虽然不影响内部，但是还是需要控干水分来放外音。还有就是双卡双待的用户呢需要注意一下，国行的全网通版呢双卡并不能同时支持4G，我这个手机里面是2个联通卡，但是不能同时4G另一张卡呢最高能支持到3G， 有需要买的时候呢看一下是不是双4G版。还有一点很小的功能呢，却很值得说在实际使用中呢，我用 S8 Plus 清膜拜的时候这个扫码呢是非常快，比我之前用的任何手机都快基本上白天光线比较好的情况下，不怎么挑姿势可以秒解，到晚上呢也只需要几秒钟对比我之前使用的 iPhone 7P 呢5到10秒还有的时候解锁不了确实要体验好很多。一开始呢我还以为这是膜拜的问题，后来发现跟手机有这么大的关系。S8 呢作为上半年的旗舰机，身上肩负着特殊的使命去年的 Note 7事件呢给三星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次三星呢是给它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就目前来看呢，它是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几乎拥有目前市面上手机的巅峰工业设计。旗舰的性能、优秀的相机及成像质量，还有就是超高的屏占比，这个目前可以说是手机圈最高颜值的手机让 S8 呢与其他一众机型呢拉开了较大的差距。但是人无完人，机无完机，这个较慢的充电速度，还有就是不是最优解的解锁方案，还有就是在价格方面，这些呢也都是你需要斟酌与考量的。但是也不可否认，如果你不差钱，想体验一下安卓阵营目前最好的手机也确实非 S8 与 S8 Plus 莫属了。在这2款机器的选择上呢，首先我并不是我个人喜欢黑色这个黑色呢还是我的第一选择，因为整个额头的开孔呢确实比较多，黑色呢可以很好的隐藏。在2款机器的大小选择上呢，一开始呢我是义无反顾的选择了 S8 Plus， 觉得手机大嘛，电池方面也大一些。但是呢，实际使用了一段时间，我觉得
S8也可以啊，只不过是续航上呢稍微差那么一点，但是在解锁上，还有就是整机的手感上呢，相对于 S8 Plus， 我觉得它可能还会更好一些，尤其是女生的话。当然，这个只是我个人的选择啊。OK， 再重复一下咱们微信公众号的改版情况啊。如果你想详细了解这两款手机各方面的数据啊，可以在咱们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三星 S8” 这几个关键字就可以了。本期视频的活动呢，咱们还是老规矩啊，先说一下奖品。这一期的奖品呢是一个一加的背包啊，因为我查了一下，三星并没有出背包啊，所以说咱们只能选一个国产厂商的啊。这个一加的背包，这个规则呢还是老规矩啊，关注我的新浪微博小白 MTX， 转发本期视频的置顶微博，随便艾特你的2个好友，我们将会抽出一位小伙伴送出这个一加的背包。拖了很长时间，另外我们在微信公众号呢也备了一份礼物，就是来自 Diva 的光枪移动电源啊，这个是正版授权的啊。然后这个是它的包装盒，这个是在微信公众号这个回复里边抽出，就是只要你回复三星 S8啊，或者说回复小白测评都可以啊，我们会1周之后抽取一个这个移动电源，这个还挺贵的啊，这好像比那包还贵，售价200多块钱。好了，S8与 S8 Plus 各方面呢都已经详细跟大家聊到了。更多的内容呢，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家扫码关注小白测评，每日新鲜资讯，每日语音，每天我在那儿和你聊天聊聊科技圈的趋势，聊聊最新发布的手机。关于小白测评的最新动向呢，也都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赶紧扫码关注。不过关真体验，小白测评，我们下期再见，拜拜。现在我们是在光线条件比较暗的情况下来，都没对上焦，这就没对上焦吗？来测试这个 iPhone 7P S8 Plus 扫码这个共享单车，因为光线条件比较暗的情况下，扫这共享单车老是要扫半天。快过来，一会儿那大厦的人不让咱们拍了。瞎了，真识别不了，全都打不开。是 iPhone 7死机了 ，iPhone 7不行，我这卡不行，再来一次。刚才我们旁边那大叔扫了半天，旁边那个也没有扫开啊，不是说那个故意黑啊。